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杨医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染发、烫发只是日常的美容啊？怎么会有可能伤肾呢？但是临床的案例和研究指出啊，有些染发剂的成分的确可以呢，悄悄地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啊。今天呢，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带大家看懂这些看不见的危机。有一个病人啊，47岁啊，我们把她叫林小姐哈。她每3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从黑的染成栗色的，然后再改回黑色。她每次呢都用市售的这个染发剂，觉得方便又便宜。2年后啊，她因为持续性的疲劳、腿发肿、食欲下降，住院了3次。第3次住院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肾功能指数啊异常的升高。医生怀疑呢是一个急性的肾损伤，进一步追查呢，发现呢他对这个染发剂中的有一个东西叫做对苯二胺过敏。这种化学物质啊，它是从头皮吸收进去的，反复刺激免疫反应和肾脏的过滤系统，就导致了肾脏功能的损伤。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案例啊，韩国人呢2019年发表研究发现呢，反复使用这种含有 PPD 的染发剂的话，和慢性肾病的风险升高啊，有很紧密的相关性。这染烫剂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会对我们身体有害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对苯二胺啊，它是一种染色的稳定剂，欧盟呢已经限制它使用的浓度。这个 PPD 啊可以引发皮肤炎哮喘，进一步呢还可以导致过敏性的肾小球肾炎。第二个呢就是甲醛和甲醛里面的释放剂这些呢非常常见在这些烫发的产品里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它们列为1级的致癌物。另外呢就是双氧水双氧水刺激性很强，会破坏毛囊，也会影响皮肤的黏膜和免疫反应。人体皮肤吸收率最高的部位之一就是头皮染烫后这些物质容易进入血液，它需要经过肝脏解毒，从肾脏排出这就是为什么肝肾功能差的人这方面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一些。根据2020年临床肾病杂志的整理的统计资料染发引起的肾脏毒性反应的高风险的人呢，包括哪些呢？首先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他这个肾小球的过滤率低于60%，还有就是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过敏体质的容易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的像有红斑狼疮的，还有的病人呢，孕妇和儿童他们的解毒和排毒系统都不成熟，还有就是频繁烫染的人，每年烫染头发超过4次的。如果您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件都建议大家重新来选择一下自己烫发的频率、使用的烫发剂和方式千万不要小看爱美也会有代价的。那么中医认为这个发为肾之余了，也就是说头发的生长状况跟肾精的充盈有密切关系。我们曾经有一个35岁的女性长期染烫头发，导致这个头发干枯分叉，严重掉发。中医诊断她说是肾阴亏虚，肝血不足治疗上呢就用补肾养血为主，配合停染发半年调整作息时间，这个掉发的问题呢就明显改善了。肾精亏损呢，它不光是影响头发了，它也会出现像腰膝酸软耳鸣失眠健忘月经异常等等。所以呢，大家每次这个染发的时候都别先着急，先问问自己4个问题。第一呢，你的体质适合不适合染发？肝肾功能弱不弱？容不容易过敏另外看看这个染发的成分你选择这个染发剂到底有没有这些有害的，像 PPT 甲醛重金属等等。另外呢，染发前呢，你有没有做一个皮肤的测试就是预防过敏最基本的动作你可以
试一试在头皮上放一点先不要去染它，看看你的皮肤对它的反应。那么有没有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呢？当然有有很多植物性的染发剂，有天然的遮白霜等等。所以呢，不是染发不能做，而必须要有选择，要管理好它的风险。如果大家已经染烫了，怎么保护自己呢？这些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食疗中医和日常调理来降低这个毒素的伤害，修复肝肾。在饮食方面，黑芝麻、核桃都可以补肾养发，还有四神汤就是山药、莲子、芡实和这个茯苓健脾祛湿，帮助肾脏代谢还有桑葚和红枣补血护肝都可以大家还可以用玉米须和红豆泡水喝和茯苓、山药也可以除湿。每天呢可以按摩我们经常介绍的穴位太溪三阴交和肾腧，它们都能够舒筋活血、补肾壮体。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制作安全有效的排毒茶饮和自我调理的方法欢迎大家点击观看。总而言之这个染发、烫发看似平常，实际上呢也会成为健康的一个慢性的隐忧，尤其是本身就有慢性病或者体质虚弱的人，它是一场看不见的风险赌博。熟悉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养生小知识，分享实用的健康方法，陪大家过一个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其实呢，健康并不难，只要多花几分钟，把身体的健康的讯息呢听懂了，从生活中做一些小的改变，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呢对您有帮助，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每天呢，我们准时在这里陪大家说说健康的事儿。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您把节目分享给您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呢走上健康的路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但是呢，也是一件对大家健康很重要的事儿。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